5岁开始卖口香糖，11岁开始买股票，连续20年都登上了世界亿万富翁榜。Hello， 各位顾客们，欢迎来到月顾客，我是水风刀。没有错，我今天要来讲的主题呢，就是我们的巴菲特的人生哲学，来带你了解一下这个巴菲特。前一阵子非常有趣哦，巴菲特他坚持不用智慧型手机，用那个传统式翻盖的手机。他最近终于换成我们 iPhone 11了，所以不知道顾客们有没有果粉的在拿 iPhone 11的，你现在跟巴菲特用的手机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今天还是要来了解一下巴菲特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可能很多人或多或少都知道他是股神，那他也被誉为奥马哈的先知哦，他的那个眼光独到，投资非常的精准。他也是我们知道非常鼎鼎有名的控股公司，就是波克夏海瑟威公司的执行长。那这个公司呢，目前市值已经超过5600亿美元。巴菲特也是这些像是很知名的可口可乐、美国运通等等这些大公司的重要股东。那很多人呢，在买股票上也会选择买入波克夏的股票，为什么呢？就是好像我把钱丢过去他们公司，给巴菲特去帮我去做投资嘛。那么这么传奇性的人物，股神巴菲特，他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他小的时候，了解自己的特质。小时候的巴菲特，他出生在奥马哈市，然后呢，那个时候是美国经济崩盘的时候，他父亲呢一度失业，不过他失业的时间不长，父亲很快就翻身了，开了一间投资公司，然后很快就成为成功的商人，非常会做生意。那他后来也进入了政坛界，担任了美国国会议员2任，所以巴菲特的成长算是一个还在不错富裕的环境下长大的。那小的时候呢，巴菲特对于数字有那种很热衷的热爱，他甚至把奥马哈市的那个年鉴，每年的那个人口数一直背，不断的背，然后可以倒背如流。那不知道背这个要干嘛，反正就对数字有极度的热爱。巴菲特在他5岁的时候就开始卖口香糖、可口可乐、报纸，到他11岁的时候买入了他人生第1张股票。非常聪明的巴菲特，他在19岁就已经取得大学学位了，21岁就取得硕士学位，到26岁了开设了他第1间公司。看到这边，你可能会想说，哦，巴菲特就是好像一路顺遂嘛，在那个什么人生胜利组这个模式下长大，但是也是因为他父亲给他的一些教育，影响他整个人的一生跟他的原则。12岁的时候，他爸搞政治，搞到后来他们搬到华盛顿去。一时之间呢，巴菲特他突然转学了，到一个新的环境，我对这个地方很不熟悉，他就开始焦虑啊，觉得就朋友圈也不熟，环境也不熟，他开始搞自闭。那搞到后来就觉得啊，我觉得人生太痛苦了，开始跟姐姐跟妹妹开始筹划逃家计划，所以他们就开始逃家。然后反正呢没逃成，最后被警察抓走，带到警察局去，等他爸爸去领回他们。那他爸到警察局去，看到惊恐的巴菲特时，对他讲的第一句话，竟然不是我们亚洲父母传统的责备，而是说你知道的，你可以做得更好。当然，我们隐喻这句话背后的一个意义呢，可能是在于说他嘲笑巴菲特逃家计划可以做得更周全一点。那另外一件事情可能是反过来说，其实你知道的，你可以去克服这个转学的这个压力，你可以在你的人生上或者你的学业上面做得更好，你可以适应这个环境的。这次的逃家事件，他也感受到父亲对他的信心，那他开始也了解了父亲的内部评分卡哲学。讲白话文来说，什么叫内部评分卡哲学？就是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就好了。那其实呢，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多多少少都会迁就于别人的眼光，但是这个内部评分卡，它就可以让你 focus 在你自己的目标在哪，你的渴望在哪。我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对的事情，那我就去做，我去做自己，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巴菲特说，你需要一种性情，不管是群居还是独处，你都能够做到从容自若。你知道自己是正确的，因为别人的态度对你不会产生影响，你只是基于事实和自己的判断做出选择。好，所以小的时候呢，父亲对于巴菲特的信心造就了巴菲特，他坚定了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知道他的目标跟他渴望在哪里。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父亲是开投资公司的，所以小时候当然也是在耳濡目染的情况下长大。所以小的时候呢，巴菲特就在他爸爸的书房里面看这些投资相关的书籍，所以他爸爸是在他投资路上的一个开路人。好的，到巴菲特慢慢成长的时候，他也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能力圈观念。那能力圈的观念其实就是说，一个好的打击者，就是棒球打击者，他要挥棒是要球要落在他的好球带上面。比如说这个有一个格子，
那它一定要落在是属于我自己的好球带，我才要挥棒出去。不管场上的人再怎么骂我白痴挥棒啊，我都不能挥棒，因为我只有知道我自己的优势，我自己在哪一个打击的位置是能够最佳打击出去的时候，我才要挥棒，就叫做能力圈。巴菲特也解析了投资的3个技巧：一、找个舒服的位置好好观察；2、当人们鼓噪你要挥棒时，并揶揄你时，不要理会他们；3、好好等待你的最佳击球区。OK， 这个东西同样放到巴菲特他自己的投资上面也是这样的意思。他不会去投资他自己不懂的公司，他会比较投资在于自己懂的领域上面，这就是他的能力圈。他不会因为别人说，现在这个什么太阳能很红，什么 VR， 什么虚拟实境，赶快去投资。他不会因为别人的鼓吹，他就去贸然的去做一个他自己不理解的领域的投资，而他会真正听信自己，他知道他自己懂的领域在哪里，他会去做那一些领域的投资。同样这件事情，不要只是把它局限在我们所谓的投资上面，我们的人生上面也是。今天我们人生在做很多选择的时候，你的同学当然会跟你讲说，你应该要去，现在最夯的应该是什么网络行销啊，现在最夯的应该是什么区块链，你应该要去学这些东西，你应该要去做这些事情，不然你会跟不上这个时代。但是只有你自己清楚的知道你自己的特质，你自己擅长什么，然后依据你自己的能力特质去选择对你来讲最好的那个选择，看见更多的价值。好，巴菲特他在一开始的投资方式是采取他的恩师格拉汉原则。格拉汉原则在讲的就是价格低于价值这就可以投资了。白话文就是说，那些奄奄一息的公司，我只要在对的时间点买，我还是可以赚最后一波的利益。这边就要谈到一个巴菲特冲动的投资。巴菲特在1966年，他购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波克夏海瑟威公司的股权。那这个是成为他这个投资人生史上一个败笔，因为当时这个公司是一个没落的纺织产业。如果他当时把这笔钱拿去投资在另外一个保险事业上面的话，他至少起码有超过2倍以上的获利。当时简单来讲，就是因为这家公司摆了巴菲特一道。那巴菲特一愤怒之下呢，他当然就是想说，好，我借由大量的购买，把这间公司整个几乎像是买下来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行为，其实是出于一种情绪化或愤怒下去买的。如果他当时把这笔钱拿去放在可能保险事业或其他部分，那可能获利面会获利2倍、3倍以上。虽然最后还是被巴菲特他救回来了，他可能找了一些管理层进来，重新把波克夏变成现在世界最大的控股公司之一。这边要告诉我们，就是投资千万不能情绪化，一定是要是理性分析过后。所以查理蒙格他也是评价巴菲特说，巴菲特他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会对自己过去的评价非常的残忍。所以经历了这次波克夏的事件呢，查理蒙格他其实也在不断的跟那个巴菲特做教导。那巴菲特他也重新去调整他的一个投资策略，从原本只是被他的恩师就是格拉汉原则这样子的方式去做投资，重新拉出来，去更加专注在投资一些真的具有持久性、竞争优势的优质公司上面。所以呢，巴菲特在这边也回忆到，查理给我的建议很简单，忘记你过去用便宜价格买下平庸公司的那套，改用合理的价格买进优秀的公司。这个理念帮助巴菲特在他的事业上面攀登到更高峰。那要怎么样判断这个公司是优质的企业，可以买入它的股票呢？这边我可能要跟布克们推荐一档我自己可能有上过的课程，之前 BOS 学院的美股课。那这个美股课呢，里面它会谈到怎么样去了解这家公司的护城河，还有它的竞争优势，还有去看它每年是否持续获利。一些用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让你轻松的掌握你应该选择哪一些投资标的。我觉得它这个课程呢，算是非常的简单，非常好入手。因为大多数人不入手股票，原因就是因为觉得很复杂，我要看一些财报，或是我还要看一些很复杂的数据。但是透过这堂课呢，其实它很简单的告诉你几个指标，你只要定期去 follow 这些指标，1年 follow 1次，你就可以了解了。所以详细的资讯我就可能不谈，如果想要进一步操作的人呢，可以看下方资讯栏里面。好了，最后来分享一下心得。因为我在讲这个巴菲特的故事，其实我有看一个巴菲特纪录片。那纪录片里面有讲到，其实巴菲特他的人生就是一个非常规律、有纪律的人生。那你可以说是很无聊啦，可能每天就是早上开5分钟的车程去他办公室，然后在路上可能会去得来速买那个就是一样的那个餐点，然后人生过得非常的规律，然后每天做的事情都一样，专注在他自己做的事情上面，可能每天阅读5个小时，然后定期就做一些事情。他的人生除了睡眠以外，就是专注在他的事业上面，就这样，没有太多别的事情。但他的专注跟耐心这样的特质，不只反映在他的生活上，也反映在他的事业上面。他在事业上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专注在自己对的位置上，其实我们就可以创造出很好的成绩，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圈。最后让布克们的问题便是，巴菲特身上你有获得什么启发呢？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你今天阅吗？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请传给身边对于巴菲特有兴趣，或是对于就是投资股神故事有兴趣的朋友们。那就这样啦，分享、按赞、订阅、关注我们，拜拜。好，久菲特是不是巴菲特哥哥？好啦，我们这很冷啊。好啦，我觉得这个美股课真的是可以去看一下，如果有兴趣的顾客们可以去看。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实际的采取价值投资的话。